好，接着我们来讲，在分析股票的时候，如何进行技术面的分析。简单讲，技术面分析呢，它的假设就是我可以根据过去的股价来预测未来的股价。那么就是你的历史股价呢，它会有一种走势，或一种特殊的形态，或是它的成交量呈现一种 pattern。那你就能让你对未来的股价进行有效的预测。其实不见得有效，只要猜的比丢骰子还准，那你就有可能机会赚到钱。那但是股票分析呢，有许多不同的理论。这边理论各式各样不同，有的是激进派，一涨就赶快买；有的是悲观派，发觉一涨他就觉得快涨到顶了，那就赶快卖。所以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讲法。所以呢，不同的技术分析呢，对于同一张图表呢，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。那就是牵涉到最后说，你对你的钱，你到底要怎么配置？有人讲说，好，我基本上我赚的钱已经够了，我只要把够我生活的钱留下来，其他的我全部就好赌一场，把它赌下去，全部输光了也没有关系。那这种人当然是有机会赚大钱。但是还有另外一种人是说，我输到这个不吃饭，输到脱裤子也没有关系，我就把我的身家性命全部赌进去了。这种就是亡命之徒，很危险。但是这种人就是好的不得了，差的就变街友，乱七八糟都有可能。所以就 depends on 你的 strategy， 你到底对这个股市的看法。就像我刚刚讲的，有人看到股票在涨了，就哇赶快买，它一定会继续涨；有人看到股票涨了，就不要买，赶快卖，因为它可能快到顶了，已经涨快到顶了。所以这个是完全不同的心态啊。那所以技术面呢分析的基本假设呢，都是假设所有的资讯都反映在股价上。这一点其实是不对的。所以我打一个问号在这里，其实不太对。为什么呢？很多事情是没办法表现在股价上面。而且尤其是当它表现在股价上面是落后的指标，一旦发生什么事情它掉下来，那这就已经落后了。比如说之前你能够预测张忠谋会摔跤吗？有没有？他摔跤，台积电股价就跌下来了。那这个没办法预测啊，对不对？你能预测911的时候两架飞机会去撞美国的世贸大楼吗？这也没办法预测啊。你可能知道说可能有些恐怖分子在活动，但是你不知道马上会有这种恐怖的攻击。那对股价会反映这些东西，但是已经太慢，发生了它才掉下来。所以股价这个技术面的分析呢，就会有一点稍微弱一点。那股价的走势呢，都有规律性及趋势性。它会有规律。所谓规律就是它涨到顶就会跌，跌到底一定会涨，这是最基本它的规律。那它有一个趋势性呢，它就是它在涨的时候呢，就会有几天涨，跌的时候也会有几天跌。那也有可能就是涨跌这样上下震荡，但大部分呢是如果说你稍微把它做一点平滑化，它就会出现一个趋势，往上爬一阵子，往下也会跌一阵子。那这个趋势呢会不断的循环。换句话讲，投资人的行为会一直重复，人们永远不会汲取教训。这件事情，这个其实我看到人们永远不会汲取教训这件事情，其实我觉得的确是真的。因为等你汲取教训的时候，你就是慢慢一路走过来，就变成80、90岁的老人，然后就挂了。新的一代又起来，又不知道汲取教训，又重复同样的事情，然后等你知道说，应该怎么做，你人又挂了。所以就是这样一直起来，一直下去，一直起来，一直下去。这些事情其实这就是人的天性。讲一个故事。我在念大学的时候，那时候1980几年的时候，那时候想，现在世界这么进步，什么都已经登陆月球啦，那什么各式各样的飞机啊飞到美国，什么通通很容易。我想人应该变得比较聪明的吧，应该比较不会有战争发生了吧，彼此沟通这么多，应该不会有各种这种误解产生。就没多久，我大学还没毕业就发生英国的跟阿根廷福岛战争，就开始站起来了。那你想看，从那时候到现在又发生了多少战争？其实一直在发生嘛，是不是？那你回头想想看，战争为什么会有战争？战争是对大家都没有好处啊。但是战争就是人类的天性，就是有人好战。
那只要在上位者好战，就是他要把握这个机会就战下去。有时候是国内经济很差，他要转移注意力，就是我们有一个共同敌人，我们去打他，大家都忘了经济很差。这种事情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发生。所以人们永远不会汲取教训。那当你真正会汲取教训的时候，可能已经过了20-30年，那你就变成已经这叫什么？长江后浪推前浪，然后前浪怎么样？前浪就死在沙滩上。所以我们就是变老了，就推到前面，就该死就死了。然后你们上来又不知道汲取教训，又重复同样的 pattern 会一而再再而三发生。所以，但是技术指标本身就是整理过的数据，所以它比较容易分析。其实说比较容易也没有比较容易，比较也没有真的那么容易。但是比起复杂的公司的财报啊等等，就会进入门槛稍微低一点。但是所谓稍微低一点，只是对一般人来讲。所以我们 computer science 来讲呢，那个数据实际上相当多，你要怎么分析，实际上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所以进入门槛也说实在并没有那么低。好，我们看看投资分析的3大主流。我刚刚讲的第一个基本面，就分析公司的内在价值。你可以看公司的财务报表，看产业动向。现在譬如说你看到现在无人机开始红了，那你知道说什么产业会跟着起来？电动车开始红了，那什么产业就会跟着起来？那我讲基本面，它有没有特有的技术？这个技术没有人能够赢它，那它就一定会做得很好，而且有这个需求存在。我想，比如说像大立光，像当初 Google 的搜寻的技术，当初网页起来是有太多搜寻的公司啊 ，InfoSeek 啊，雅虎啊，还有 Alta Vista 这些搜寻公司都群雄并列，那为什么最后全部不见了？因为 Google 掌握了一项很重要的技术。那这个技术它不但有发表论文，而且最后把它实用化，然后大家用了以后都觉得，真的很好用。所以这就是它的基本面，它有一个技术别人没办法超越。那当然你可以看公司的财务报表，那这个我当然就比较不会，知道它的什么，它的收入多少，支出多少，人事成本啊等等这些蛮复杂的东西。因为公司通常在营运的时候，它不只有单一收入，它可能也可以去买办公室，可能也可以去投资其他公司，所以财务报表会越来越复杂。那再过来讲技术面，就分析公司的历史股价，它的历史股价，它的历史的成交量等等，然后就决定说它到底会涨还是会跌。那第3个面呢叫筹码面，有时候叫消息面或者新闻面。其实叫消息面比较正确，就是你有什么特定的消息，你直接分析股市中大金主的动向。比如说3大法人、外资、自营商、投信，还有股市大户。有人在股市进出一天上千万。譬如说巴菲特，其实我觉得你说有钱，你根本就不用想嘛，他投资什么你就跟着投资什么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你要想那么多干嘛？你再怎么比不过他，他应该也是70-80岁的人了嘛，所以经验是非常丰富。但我在这里讲话不负责任，所以你们如果觉得这样 OK， 就自己去投资。还有关键的内部人，但这个就有点牵涉到内线交易。你知道某个公司拿到了 Apple 一个大订单，你知道股价就要往上涨了。你知道某一个公司突然掉单，本来要接的，但是被其他公司抢走了，股价就要往下跌。那你怎么知道这些消息？你就要有内部关键的内部人。那怎么样认识这些关键的内部人呢？你们觉得最好的办法是什么？有没有什么好办法？其实我认识很多关键内部人。那好办法是什么？其实很简单，简单不得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每天吃饭的时候，你从请客请你的同学。过了30年以后，他们都是重要关键人。然后你不要觉得我这句话是在开玩笑。我就很后悔，当初我念台大的时候，为什么我妈妈不让我住宿舍？我说住宿舍可以跟同学混得更熟。所以现在好几家公司的总经理都是我们同学。
所以都是重要关系人。那就是因为我没有跟他们住在一起，没有跟他们一起吃饭。当初大学的时候我都很小气，家教领的钱很少，都没有请他们吃饭，所以虽然认识，但是关系还不够深厚到他跟我讲发生什么事情。那你们还有机会。所以这是关键内部人。那这边有些 reference， 就是什么是投资分析的3大主流：基本面、技术面、筹码面。各位可以进去看一下。那我们今天 focus 上技术面，从技术面来看，说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。好，那技术面分析的主要方法呢，这边列出2种。这是我们 quiz 今天考的，注意一下。第一个是指标法，建立一些指标。你发觉2条曲线开始交叉，那就是一个讯号。比如说这可能是一个黄金交叉，你就赶快买。那指标你可以自己定义啊。那我们后面会讲一些基本的指标，那你知道说什么时候该买，什么时候该卖，但是不见得完全正确，也不见得会达到最佳的状态。所以你可以想办法去修改它。所以建立技术指标以决定买点或是卖点。那技术指标有各式各样的技术指标啊，有均线，这个我们待会就会讲到 K 线、KD、RSI， 这个我们后面也会讲到 MACD， 还有一堆，多得不得了。那你可以自己建立。那你要怎么自己建立呢？其实就用回测嘛。你建立一个指标，我说，什么东西大于这个指标我就买，什么东西低于这个指标我就卖。那你就回测看看，用历史股价去回测看看，看准不准。这是最基本的方式。那第二种呢，是利用形态学。这讲形态学讲的有点复杂，其实就是辨识特定的图形，然后以决定买卖点。什么叫特定的图形呢？比如说头肩顶，这时候就出现一个3字形。头肩底就出现一个这样的形。那如果出现这样的话，这个股市名嘴就会讲，你看我就跟你讲出现这个样子，你要赶快买。然后跟你讲，你看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但是到底是不是这样，其实没有人知道。但是至少说你辨识一些特定的图形，如果能够，大部分我们讲的都是用人的眼睛去辨识出现这个样子，然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像旗形就是出现类似这样的这种震荡。你看这就一个旗，这是一个旗，好像一个三角旗。抱歉，这个是三角旗。三角旗。那讲的旗形指的是类似这样子，股票上去后，这样好像一片旗子一样，或是下来出现一个旗子，这叫旗形。那通常这些就是这些投顾老师、股市名嘴就会讲的。你看我跟你讲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就要怎样。但是说实在，他们讲的话我不敢确定是不是一定真的。那但是如果说我可以用电脑的方式来找出来说，我出现旗形，然后根据股市老师说，这时候不是上涨的旗形，表示说，马上就要飙上去了，我就要赶快买。好，那我就去买。然后如果出现下降的旗形，就表示越来越差，我就赶快卖。看这样对不对？那你可以去回测啊。但重点是说，你怎么找出这个旗形出来？这其实不太容易看得出来。有时候你微观也像一个旗形，把它放大看，又不像了。或者是放大看像，微观看又不像。所以这个是属于形态学的部分，我们能够辨识特定的形状，就有可能根据这个形状去买或是卖。好，所以今天你只要写一个是指标法，一个形态学，就算对了。你不用去解释里面是什么东西。我假设你大概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。指标是建立一个技术指标，形态是辨识特定的图形或是特定的形态。那但是在我们这门课里面呢，当然不是说直接用看的。如果用看的，那就是每天要耗费你的眼力一直看。那当然是这不是我们的目标。我们目标呢是不是能利用 AI 的技术，或是 ML（Machine Learning） 的技术，去 support、去 verify、去 enhance 这些方法。包含说你一个技术指标，你什么时候该买，什么时候该卖，你可以用 Machine Learning 来看啊，来看说，甚至是建立一些最好的买点、最好的卖点，然后回头看说，最好的买点发生的时候，前面出现什么事情；最好卖点发生的时候，前面又出现什么事情，然后用 Machine Learning 抽一些 feature， 然后进行一些辨识。那你知道辨识率能够达到比乱猜好一点，
那就有机会在这个股市操作中赚到钱。